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好，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哈，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记得按下暂停。如果你选到号码的话，记得到留言区把号码留下，让它的共振跟连接变得更强，好吗？那我们来看第一张牌哈。好，再来第2张。好，第3。好，那这就是今天选的3张牌哈。好，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现在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好，那一样，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你正在吸引着谁？我们先从5张牌来看一个基底能量，之后来看看整个能量的分支哈。来，5张哈，1、2、3、4。好，先这5张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先来看一下轮盘给的方向哈。整个位置这样，是这样好。哎，等等哈，好，这里去的话是比较多的金币能量哈。金币能量也有一些隐士能量往这里走哈，看一下哈。好，来到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内容哈。如果你已经连续好几次都抽到这个内容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一个人哦，基本上应该会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会出现哦。而且他一样是处在一个跟你有比较多的竞争关系的一个角色上面。哦，我看一下啊，从这里去到这里哈，这里金币能量从这里看起来是全满的，好，8啊、9啊、10啊，能量是全满的，然后跨了比较多的，跨了2个范围，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暗示啦，哈，这个人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啊，其实他已经有一阵子了，他不是突然出现的，哦，他在里面其实已经待了一阵子了。他这边有偷偷的说，如果你仔细的想一下、观察一下，应该是有机会会发生的。但是它显露出来的线索，从这里看到的话，非常偏啦，比较偏过去一点，我觉得比例没有很高，大概10几%哦，就是你能注意到的范围，大概1成多的范围，你大概可以发现它，因为它很偏啦，那个角度很偏哦，你有可能都需要快要转头过去看啦，旁边的这样子的角度才能够发现它，所以它其实有点，它有躲起来，它有躲起来不让你发现哦。那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关系是，你跟他可能有竞争关系，不管是工作上业绩关系的竞争，还是不同公司的竞争，工作上你们是有竞争关系的哈。但已经这个关系连接，我觉得不短呢，时间上不短呢，因为金币能量很强，感觉你们的连接很强。但有一件事非常特别的是，你们2个关系的中间核心是有金星能量跟太阳能量在影响的，尤其金星能量在这里在这个范围里面所影响的几个牌子，都是能够显化你们中间感情的一种好的能量，后面也有这边不讲那么难，我们简单一点，就是你们应该要在一起的，你们可以在一起的。但是也因为我在这边看到了你们有一种竞争关系，工作上有些关系，你们现在的角色好像不适合把喜欢彼此或是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哦，但是有这个意念想法的是他，所以这件事情是由他决定的。好，
从这个角度上，大概让你抓到一些方向了哈。好，我们往下面翻哈。那么难翻？哎，看一下哈。金币又是金币能量。这里啦，虽然金币能量只有1，可是它符合了这个部分的我刚刚做的判断哈。但它告诉我了某一个循环，它有一点像是说，你跟它的互动常常会有一直有新的工作进来，一直有新的合作进来，或是新的挑战进来，但终究还有一些很些微的竞争讯息在边边角角啦。边边角角什么样的讯息？就是权杖7的能量在附近哈。他似乎也算是躲在这个角色里。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你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是他啦，不会想到猜他在偷偷暗恋你。但是以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已经进入了暗恋的状态，他只是非常在意你哦。然后，但是以今天的这个路径，他是要走往爱情的方向走啦。他开始非常在意你，他其实很在意你，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是走入到发觉或者意识到自己是暗恋你的角度。这个我等一下另外翻哦，暗恋你的角度。好，那从这里，从这里来看的话，他离你非常近，你们的互动频率很高。我从这张牌想要知道说，他是否已经有在想要跟你表达他对你好感的这个边缘，可是我又从这里没有发觉到那么明确，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喜欢你的。我觉得他处在一种比较边缘的灰色地带，就是喜欢你、在意你，还是想要追求你，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这个边缘。那权杖8，我想，我只能说权杖8在这边告诉我，他跟你非常近。他跟你非常非常近哦，他跟你很近，所以你确实可以想一下，你周遭时常遇到的人哈。不过太阳逆位，我想一下这个位置以方向而是好。我从太阳逆位我可以知道，他应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你的在意是属于一种爱情的喜欢，他甚至有可能转换成一种比较扭曲的概念，就跟我跟你讲的嘛，你们两个有一种竞争关系嘛，然后那一个竞争关系的感觉，有点掩盖了他对你的喜欢啦。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是有点他扭曲转换成那个方式因为太阳牌并没有引导他往，因为这里也有太阳能量可是这里太阳能量是引导到显化一份爱情，可是在这里他个人心态上的太阳却是逆向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你的在意是往爱情的那个方向走去的啦所以多多少少是还是不同的，多少还是不同的。那我想一下时间问题，因为权杖8的能量确实也有一些影响啦，有在催促他、敦促他、推他往爱情那个方向走，推他去显化跟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那个爱情能量，那个意识要起来，有在推他、推动他要跳起来，要起来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翻来，我们对这张牌，我们刚说要问说，他意识到了他对你的在意、喜欢已经是往恋情那个方向走嘛？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暗恋你了这个我们直接翻就好了，不用猜测好，8，哎呦，我跟你说，他现在处在一种他有点不太确定那是什么感觉的状态里。他有感觉到他对你的在意似乎有
其他的情愫，他已经他有感觉到了，但他处在一个方法里，他想要在慢慢的跟你相处，慢慢的跟你试探，慢慢的在跟你更近距离的情况跟时间里，他在慢慢的去感觉。他其实有在偷偷感觉他对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跟你在一起。密集接触的情况下，他有很多感觉。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有竞争关系嘛，这是负面能量。然后他其中感觉到在意，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在意是因为他在意你的表现比他好呢，还是在意案子被你抢走呢，还是各种这个竞争关系的在意。但是他其中有一份关心也有跑出来，好像有一种不能消失的对手，可是已经升华到是一种爱情的状态里面了。因为圣杯六都出来了哈。虽然圣杯六的概念跟角度，有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冲击到爱情这一个角度。好，我帮你确定一下它附近的能量哈。它不是直接冲击到爱情的角度，它比较像是一种熟悉感哦，以前的熟悉感、幸福感重新回到他身边。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有一种，怎么讲？他不想承认他跟你有一个惺惺相惜的感觉，他有一种关心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你们的接触啊或各方面很近，靠近的时间蛮长的哦，所以他已经衍生出别种感觉啦。所以我觉得刚刚我跟你说的，他处在一种灰色地带哈，暗恋还是在喜欢的那个灰色地带，他现在还是在那里。还是在那里，但他现在他在探索中，还在寻找中，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哈。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他发现他其实是暗恋你这样的话，他会开始有所主动追求吗？其实这个是往未来问啦，也不一定确定。但是我是比较想要确定他的心意跟他的在意度有多深，有多深沉哦。来，这2张就好了。我觉得他就算已经有那感觉了，但他好像也不会立即有行动，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还有一段他自己要整理的时间，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他如果要到他跟你表白的话，不会那么快哈。但很高兴的是，他其实离你蛮近的，而且他是平常跟你接触频率蛮高的人哦。好，你可以注意一下哈。圣杯骑士，在他的心里，哦，他以为，或是他现在觉得，哦，他曾经有一丝，或是随时的那一丝喜欢你的感觉，但现在他把它定义成是一种多想，是一种他想错的感觉，他现在是这么想的哦，所以他还在这个整理期哦，他现在心里没有那么确定，他甚至有点排斥或是回避那个感觉哈，他不确定啦，他不确定，他真的还要花一点时间去，他不确定哈。那可是他有一点点无法控制，因为他对你的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直在不断的累积在向上。哦，因为他这个能量很强啦，这里的能量很强啦，这里有好几个显化这一份感情的能量哈，金星能量、水星能量都有，而且水星能量还不止一个，然后还有太阳能量，这些都是一个好能量在那边指引他要往恋情那个方向走，所以到了这个位置哈，更遥远的一个牵引他的能量，他出了圣杯国王。那就很难去否定跟否认，他真的是被那一份慢慢累积出来的爱情能量、恋爱能量、暗恋能量牵引往那里走去了。即使他现在想要以搞清楚、跟回避、跟忽视或认定它是一个幻觉的方式去回避跟逃避这个感觉出现，但是他没办法抵抗的是更强的水能量、金星能量、水星能量，再把它往那里牵移过去，那才是他真实内心的感觉。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不会等太久，他会忍不住，然后去跟你。我觉得他不会去表达他喜欢你或是告白，我觉得他不会，但是他对你的态度会开始
有转变，然后他可能会变得让你觉得他还蛮讨喜的，你会开始对他的感觉会开始改变。如果你开始对某一个人的好感增加，尤其是他是你本来不是很喜欢的人，或是跟你没什么关系，你怎么想也不是他的人，可是你对他好感开始增加，我跟你讲，可能就是这一个人了，因为他内在的能量正在转变成你能接收到的，你能感受到的哦。所以才会慢慢的往那里去。你因为你会感受到，那今天会抓到他，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我跟你讲，基本上这组你们有竞争关系或什么，他会开始在。基本上你们是磁场是对冲的，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是双胞胎能量，相似的能量是重叠性的能量，你们不是互补的。你们会竞争关系这么久，然后这么密集，表示你们有很相同的点，相同的优缺点，相同的能量结构，不能讲相同，但是很类似啦。很类似，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对你的感觉开始改变，所以你这边的感觉会慢慢的被改变，因为中间有东西换了哦，中间有东西换了，但你可以期待一下了哈。我不知道这个要多久，那所以如果我们时间来上，我们来看下时间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说，他这一个整理大概要多久了？他开始对你有一些主动的表达，大概离现在还要多久哈？就大概抓一个时间哈。来2张牌，看2个时间点，我们不要只抓一个，2个时间点哦，就这2个。好，看哦，2的时候，哎呦，他这边第一个线索大概2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他对你的感觉跟表达就会有所改。我跟你说最晚3个月，2张牌，一个讲2个月，一个讲3个月，就差不多1季以内的事情。好，那你等等看，就差不多1季，秋天吧，看起来秋天哈，下一个秋天会如果以时2个月，好，那如果我们要以季节或什么，因为你可能看的说是春天或是什么，我跟你说就是到下一个秋天啦，哈，但最准就秋天哈，先不要讲就秋天，看起来是秋初哦，没有太远。好，来时间大概这样的话，你有个方向感就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2个的能量结构是什么了哈。好奇一下，如果你们2个真的在一起的时候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好，3张，1、2、3，好。为什么抽到3张？应该是2张，没关系，用3张来看。这个就没有正逆位，然后我只是要看能量的，3哈到5了。基本上你们是要靠慢慢相处才会找到彼此的优点，但是你们比较像是生活上非常契合的人，但是你们的某些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了。你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感觉还是有点分歧，但是你们2个如果后面在一起交往的话，你们是要从生活的一些小事情、旅行啊，小到生活的吃饭，慢慢的相处起来，发现彼此是非常同步的。你们是同步率很高的，频率很好的，同步率很好的，反正就是很契合啦哈。然后你们大到去旅行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节奏哦，不需要讨论很久，就很能够达到共识在生活里哈。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当你们对于心理的感受的时候，可能就差很多。就是可能同一部电影，那有一个起伏很大，感受很大，另外一个比较没有感觉。对于内在精神面的感受力是比较不同，不是说能量大小不同，是价值观、感受点不同，主要来自于你们本身所带来的那个内在的背景故事的不同，所以你们对世界的感动不同。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在水能量这个部分算是比较不一样啦，但没有问题啦。从这里再到这里的土能量都很强，就在的暗示你们的感情是从生活中一点一点的累积成一种很厚实的
陪伴的感觉，然后，坦白说，这边讲说，只要你们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基本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多欣赏对方跟你的不同点就好了。就他这个不难，只有这个，有的时候对方跟你的不同有点挤出你的价值观，可是就只是不同而已吼。你们这一题，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缺陷哦。好，来，我再看另外2张哈。看一下这，我看看哈，为什么你们要？其实你们已经在附近很久了耶。我问这个事情说，为什么要让你们变成恋人？其实当朋友也不错啊，当竞争关系也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哦，95哈，你们2个是你们未来成长非常重要的伙伴，也就是说你们会有更高的梦想，更想做的事情，都是理智的，不是直觉事情，都是理智的。可能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旅行更大的地方，事业想要做得更大，工作想要更升职。你们2个是彼此很重要的伙伴跟助力，还有能够找到盲点的非常重要的贵人角色。你们2个是这个，在理智面来说，你们能够帮助对方很多。这也难怪一开始你们的那个竞争关系这么强，主要因为你们刚开始是用竞争的角度去安排彼此在生命中的角色，可是当你们变成伙伴的时候，当然就变成很有助力啊。你们的敌人一样，你们的方向感一样，你们对事情的价值观一样，做事的态度、节奏都一样。就像我刚前面讲的，所以你们2个在一起之后，以事业上来说，人生梦想上来说，就变成是2倍的能量，因为你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资助，而且在这边也看到，我刚刚说你们在其实达成一些什么旅行啊、什么小地方、生活面的土星能量的，又非常有共识，不需要太多讨论，只要回避到讨论精神面的、情绪面的东西，其他地方都是非常吻合的。所以风能量、土能量，你们2个是非常搭配的。所以可能要在创业啊，找到被动收入、金钱上，2个都能够帮助自己的投资股票或什么都非常能够帮助彼此。然后，如果要去进修啊、读书啊、开公司啊，人生要去做更大的梦想的时候，你们还能够帮助彼此，是非常重要的贵人角色，也是一个伙伴角色。好，这个就脱离爱情了。可是有时候爱情稳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往下做这一件事情了哈。那再等等啦哈，因为我看到的是他对你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啦，所以他现在还在整理中，因为他可能应该是有某种确定，所以他才觉得我要整理出来，才要让你知道，算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可是我觉得他是因为他非常明确知道他内在的感觉应该是什么，只是他现在有点用否定状态啦。哦，他怕他想错。哦，好，你再等等看哈。好，那就这样哦哈。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哦。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一样哈，先压5张牌哈，先盖5张牌来看，来把底下的能量你们2个的关系先压好。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你正在吸引着谁？来，我先把5张盖起来哈，让他把整个趋势都先抓住哈。好。这里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轮盘的哈，轮盘的方向哈。来，这个我就是先要看一下整个大致上你们2个的能量结构，就是大范围的啦，比较宽广的看一下整个情况哈。我们来抓那个方向哈。来，好，这里去的话哈。我看一下这里去，我记得这里好像是水保健，应该我看一下哈，我来直接翻出来给你们看哈。它其实最外层哈应该是有圣杯骑士哈，然后圣杯骑士下来就应该会有圣杯5啊哈，圣杯6的能量哈，圣杯5。然后圣杯6的能量哈，在这边，然后它其实应该也会连接到，在这个角度，那应该是这里，应该也有正义牌哦。
我记得应该在这是正义牌嘛哈，然后也有死神的连结哦，在这里哈，那也是这样子。我记得这个联动的角度的话，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哈，要偏到这个位置哈。本来我是不翻这个，然后可是我想说要解释给你们听，我就把它翻出来给你们看。我看到的那个整个对照的位置哈，所以它这里其实哈应该还我记得这边，因为它已经是正一排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这里应该有宝剑4的能量哈，把宝剑4拿出来哈。边宝剑4的能量也在这里哈，当然啦，当然这个底下除了这个我现在身心就是，现在这个底下它其实也有在这里哈，其实在这里这里其实也有一些金星啊，就皇后牌的能量，然后这里应该还有审判牌的能量吧，我都拿出来给你们看哈，这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审判。好，大概是这样子哈。来，我们先从这个先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先放旁边哈，这样讲看你们就比较理解。好，所以从这个分布来说，水星能量其实是蛮多的啦哈。水星能量是蛮多的哈，但是有一些风能量跟风能量可是比较偏哦。以这个角度来说比较偏，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主哈，因为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偏的。那我看一下，它这样子去，我这边这样子贴切准，所以它这一个能量是比较多的。好，基本上我觉得，他喜欢你有一阵子了，而且他跟你的关系应该比较像是朋友，他有把他跟你的关系弄得比较像是朋友，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比较熟悉的感觉，你其实跟他相处的还不错，只是他。有把他对你的感觉或感情这个方面，他要把它隐藏起来哈，那怎么说呢？我认为你们从这2张牌看出来，你们的相处时间不短啦，不短，因为已经有变化过。我觉得变化过至少1次了，就是说从比较普通的关系有变成比较亲近的关系。那如果要到恋爱的关系的话，必须还要再升一阶，他必须还要再升一阶。但是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强的能量哈，在他的世界里，他确实是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一种很甜蜜恋爱的感觉，但是他没有把它张扬出来，他也不想要把它张扬出来。他其实比你还要更早。就领悟到跟你的关系可能先就这样子就好了，这是他在你们相处的时候已经找到的答案了。所以其实这一个能量也不错啦。其实他不是说他停止了，或是对你的感情的付出，或是表达没有。他其实这个你要把它当成是说，他其实每次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很舒适、很愉快。他也会很尽量的让你们2个的关系维持在这个状态里。从这里这样看下去的话。那他其实你们2个其实关系并没有进入到暧昧或什么，因为他已经非常聪明的把他对你的情感的东西都已经转换成比较像是朋友了，而且他其实整个状态来说，他跟你相处还蛮像，我不知道他是把整个状态把它调整到比较像你的老朋友，我甚至觉得你现在也觉得他是你的老朋友哦，可是。以这个时间上来说，从这里看到的时间上来说，这个整个上，我觉得他已经把整个东西转换成是你的老朋友的概念好一阵子了。但是我不觉得你们的关系有老到可以叫老朋友啦。可是他已经把它经营成是那个方向了哈。那未来会不会有情感的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水能量跟这个相处的情感上面已经得到蛮不错的收获了。目前这里我不敢说他会往爱情或感情那个方向走去，因为我觉得他这里已经是非常完善的，然后他还这样把它，也算是他把他这个格局、这个结构定下来了。似乎没有那个契机要往前走，但是我一直被这一股金星能量、皇后能量在那边，它有一个很强的作用力在底下发光啦。但我还是宁可比较相信是他把这一份关系已经转换成
你们现在这份关系，它已经是靠它把它转换成最好的状态了。好，这是从这里先看到的一个整个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往这边翻，因为这边讲的方向感跟这里的不太一样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好了哈，来，然后这个没关系，就放着哈。我们来从这边看，好。那这里就会，因为它这里就会有正逆位，它就有一个趋势。这里只是讲现在的结构哈，看一下。从这里来看的话，保守起来了哈，就是这边也是出了真相的 Seven Cups 7是三张牌讲了各种不同的方向。你们有点像是讲身体的骨头我们讲了身体的骨头，然后你的心还有脑皮这方面讲起来，三个都讲了同一个东西，就是跟这里非常像。他已经现在跟你的关系，他已经采取最保守、最安全的方法跟样貌，他已经把它整理好了，而且也维持在现在这样子。他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一件事情，这两张搭配起来，他其实就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要跟你成为恋人或什么的话，他很早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以他的角度，他可能已经观察到他跟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可是他又想要跟你有一个最好的距离。他其实是很早就已经领悟到，虽然他对你有一些特别的感情，但是要适可而止，但是关系维持着就好了。所以目前这三张也没有要去往恋人的方向走，但是他已经在你旁边陪伴你蛮长一段时间的了。这三张虽然都是逆位，可是他在讲的是说，当一切如果意志上是要往爱情那边走的话，都会有点本末倒置，都会有一种反效果。而且这里有强烈的一件事情是，他其实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他已经接受了他对于跟你在一起的想象，或是他推测，他觉得一定关系会变每况愈下，然后也不适合这样。以他现在的角度上是这样，我就鸡婆一点，我就直接问说，如果他现在的意念因为这个是他自己主观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直接问说，如果以他现在的意念，如果他想要跟你在一起，表达说你们两个看能不能试着交往的话，这可能性高吗？能量上的结合是好的吗？从这个角度来问看看我看。是没有没有。愚人牌逆位就是没有要前进没有要前进，然后权杖9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性的，必须维持现状的牌。那他现在就告诉你，他逆位，他就讲说，如果你有一些突破的想法，你不想要守住现在，你想要脱离这个自由，这个困局，有一种自由的思维。他这边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比较自由的思维，也就是说想要突破现在这个状况的话，那整个状况还是一样是往下沉的，是会每况愈下的，会弄巧成拙的，会变更糟的。两张牌都有点阻止了往那个方向去想那以目前来看，现在你们的关系已经是最好了，你甚至不需要把这个念头提出来，或你猜到是谁要把它讲破，现在非常不适合，而且现在这关系已经是非常完整了。以牌面上来说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因为各个能量上其实都没有在支持这一件事情。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国王两种国王不同的是火跟水的国王都出来了，虽然能量的强度不太一样我先讲水的国王逆向在这个位置的话，他其实一直保有对你有不错的情感能量，他其实对你的感觉还是有多多少少是处在一种恋爱能量，可是他已经完整的转化成不会以恋爱的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的状况。所以其实你是感受不到的，你甚至其实会感受到他的温暖、关心、支持、理解、包容，还有他有可能是这世界上数一数二理解你的人但是他不会张扬出来，他不会表现得让你非常知道说他是最理解你的，他不会这样但是我相信
他在你身边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讨论，需要问一些人说，他会提出来，或是你会跟他聊。我必须说，这一个人在你身边哦，算不上是暧昧，算不上是喜欢，但他至少会是一个他不算是你随时随地都要一起的朋友，但他是你人生必不可缺的一个角色，一个人。你们就算现在不常见面，或是现在也很常见面都没有关系，你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可以几个月都不讲话，关系也不会破灭，也不会流失掉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他对你没有太多的占有欲，没有太多的欲望，没有太多的苛求，也没有在期待你要对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他只觉得跟你有这个关系就已经是非常满足、非常珍贵了啦哈。然后在这个国王牌在这讲，以国王牌逆位的表示来说，其实在这份关系里面，他把所有的决定权都放在你身上了。他觉得他其实没有那一个侵入的感觉，他愿意远远的看，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再出现，但他会让你觉得你随时需要他，他都在你很近的角度上，不是空间上的角度上，也不是时间上的角度上，而是当你有需要时，他就好像就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他认为你把你们的关系，你会把你跟他的关系控制好，你也很会拿捏你跟他的关系，他觉得这样子的相处就已经是最好的了。无论是从这里来，我们多余的提问都有说，现在的关系是已经最好。我是不是很建议你去把它想出来？我只是希望这组才能够让你知道说，有一个人从一开始非常喜欢你，而且甚至是从迷恋的角度喜欢你，因为这边的水能量从这边其实是从这里开始再到今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迷恋的角色，非常欣赏或喜欢你这个人的角色出现。可是他经过这种，我觉得他经过了很多调整什么的，他一个人把他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所以整副牌希望你理解的是，你身边有一个很珍惜你的人，一直守在你附近。他不是主动性的守，但他觉得你们的关系，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好，他甚至会在你不知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啦。好，就这算蛮幸运的啦哈。你不算是孤单一人了哈，你不算是孤单一人。来，我再往这边看哈。好，我再来看一下哈。其实现在已经到后面，我再给你多翻一下4张牌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在人生上的角色跟重要的角色，跟重要的关系里面。如果以能量来说，要怎么去形容，要怎么去诠释哈？从这里先哈，这个其实前面也说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甚至需要他的时候，他也可以为你牺牲一些别的东西，他会观察你了哈，他会观察你。他其实对你的事情也蛮敏感的，而且你甚至未来跟任何人交往或什么，你还是可以，其实你有过跟任何人交往的时候，你有跟他诉苦过，而且他是非常关心、非常理解你，而且他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的人，他会完全站在你这边的人，你必须要非常非常敏感跟仔细想，你才能够有一丝的感受到，其实他是很爱你的，他是很爱你的，可是你就算开门见山的问他，他也不会承认。但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底下那个氛围，就是有这个人在真好，那一种爱的关系已经超越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了，好，这2张是个你们已经在这一条路上蛮久的了啦，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聪明的人。他很早就把这一条，我从这个时间感来说，我有看到比较远的位置什么的，他其实很早就把这份关系定义好了。他很早就在喜欢你的瞬间跟认识你的瞬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其中找到了跟你相处的智慧了，找到相处的智慧了。好，来我看一下我自己画的哈，我去从去理解了塔罗牌里面的时候，我自己画的牌，然后来看一下，帮我补充一些讯息哈。这里只有我能够理解的讯息，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在这份关系上要给你的一些提示的讯息哈。来，然后4张哈，就抽4张。
好，这4张，看一下哈。其实它在你的生命里哈，在你比较低潮低谷的时候，它有出现过，它有出现过。然后它其实有一些片刻，它曾经想过要不要跟你告白，它有可能也在你失恋的时候成为你的某种依靠或什么的聊天对象。你有一些心理的困惑什么，其实它有帮你。给你一些建议提示你，他要帮你引导，他甚至有在你非常低谷，不一定是爱情的时候，有陪伴过你，一下子1天或半天都有。那我看一下这里好，的确他是有陪伴过你的，而且，他其实啊，我觉得他是你身边蛮有智慧的人呢。他在你的心灵上他知道你缺少了什么，然后他还能够提示你，他还能够引导你，让你醒一下。当你沉入或是迷惘的时候，他都能够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把你提示，让你让你会醒来耶。他这个能量蛮像是教宗牌的能量，或是圣杯6的能量一种贵人，然后又充满智慧，在你附近带有非常多寓意的文字模组的角色在你附近出现。他不像是会给你鸡汤的人，但他能够点醒你，给你一些方向的人。所以他不会随时出现，但他会在适时的时候出现。你从来不会觉得他很远但他每次出现都有点像是快速的风一样，吹过了夏天的微风，吹过了凉了一下，他就又走了。好，大致上这个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虽然我们没有在2号牌找到可能会跟你在一起的人但是我们找到你身边有一个 lucky star， 还有一个在心理上能照顾你的人那无论我是不建议你把他想出来是谁或是什么，你已经知道是谁。无论是哪一种，记得，你只要感觉到幸福，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就好了好，那就这样选择2号牌的人。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好，我们来先抽5张牌来压一下。这个题目今天选到3号牌的整个牌面的一个底下的能量的构成先把整个能量稳定下来，确定下来我们再往下翻，来5张好5张，来就这5张12、3、4、5，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轮盘上面的轮盘上面会给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能量，我们先把它抓出来我们再往这个下面细分好，来看这里往这里去，我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叫50中间了算中间这里。好，这里应该有蛮多是蛮多金币的，应该是因为它这一个位置，它这里应该全部都是金币能量。帮你金币能量的话，其实是有金币，这里应该是有金币骑士，这边应该有宝剑国王，对，宝剑国王金币骑士。好，我把位置先翻出来给你们看金币骑士的话，就这里还有一个金币骑士的能量然后有一个大概我看一下，应该是它下面延伸的金币5、金币6的能量，应该是这个位置跟金币6的能量。那再往这里比较偏的位置，这里应该是往这里比较偏的，也会有一个金币7的能量在这边，但是它已经是到宝剑国王那里了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宝剑国王的位置所以这里应该会有一些宝剑国王的位置在这里，然后再往下，我记得往下的话，它会有教宗牌的能量教宗牌我们先拿出来，教宗牌的能量，然后再往偏一点，我看一下，
教宗牌的能量比较偏到这个位置。那如果要到前期，它就已经太远了哈，所以应该就只有到这里。那所能影响的层面，可能还有到这个位置。其实，这位置其实有一些火能量哈，我觉得这个火能量就是已经快接近了，应该是快接近了权杖皇后的能量，然后这里会有一点点，所以映射到了权杖四的能量哈。这边会有权杖四的，能不能拿出来一起？权杖四的，好。大致上应该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分布。那权杖是下面所影响的能量，其实它会有一些国王牌的能量，但是我觉得有点偏，好像已经偏到比较这一边了。好，它已经偏到这一边，我觉得它影响的范围不大哈。这里过来，好，我看一下哈，比较在意这个后面下面，这后面下面其实是会有金星能量的啦，是会有皇后能量，然后这里比较偏。好，我觉得这样子。大概这一个好，我们轮盘掉的位置，大概会影响到的牌面的能量，应该就是这些了哈。那以轻重来说，它这里可能就比较轻了一点，所以主要还是在这一条上面哈，主要还是在这一条上面哈。那所以这一个人，因为土的能量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他应该是跟你的工作和生活上有关系啦。好，但是因为合作的能量比较少，它映射不到那里哈。如果是真的要再更着重到，我认为会更接近工作上的能量的话，那它可能就要有金币皇后的能量出现。但金币皇后的能量非常远，大概非常远，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只能从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第一个直觉还是工作啦。好。我是尽量不让我的第一个直觉被牌面上原本基本的一些关键字讯息所影响。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觉得是工作上的，所以他这一个人他有可能不跟你在同一个位置工作，就是说他可能不跟你同一个公司，但他可能会有被外派来，或是被派来跟你合作的机会，跟你们公司合作的机会的时候，那你就会认识了。然后你跟他初期认识的时候，你们不会有很强的恋爱的感觉、爱情的感觉出来，我觉得不会有，因为这张牌在发威啦，好，非常贫瘠的。基本上你跟他的关系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没有非常，没有很强的连接。但是以今天的题目来说，金星能量在这边发威，然后教宗能量也在这边做影响。你们在第一次见面跟他看到，基本上我觉得是他看到你，然后他就试着用蛮多的机会跟你有所连接，但是你应该没有察觉到是谁，而且就算你知道是谁，我认为你也没有觉得特别重要，你真的不知道，因为这里告诉我。你跟他只有一个距离，但是你完全想不到是谁，对你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不知道是什么方向的。加上宝剑国王的能量几乎是在另外一边了。好，那他应该要让你能够洞察到是谁，感受到这些的能量都没有出现，反过来看的时候，是他的角度使用了风能量，才好好的看到你喜欢你，然后对你有非常深的感觉。那不过我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他最近不在你附近。我一直觉得有一种能量连接非常薄弱的感觉，他心里有放着你，他心里有看到你，但是他最近似乎没有靠近你的机会。从这边看到是非常薄弱的。这个宝剑，权杖四的这个受祝福的能量，又在比较偏的位置，今天如果这一个掉的不是在这个位置，它是要到这一个位置的时候，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对我来说，情况就会有所改变，它就会比较近，然后它甚至会有往来你这边的路上，因为它这边还有所谓的宝剑，权杖三啊，权杖二的能量。好，然后它所守护的又是权杖皇后的能量，是有水能量的滋养。如果它往这边再偏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它要往你这边走。可是现在卡在这里，这是一堵墙，然后隔开了这个位置。我觉得它本来有很靠近你，但是现在可能还在找机会，好，没关系，这个只是大致上的能量，这边还有哈。好，我们这个就先看到这里哈。好，这只是一个方向。好，来，我们来看这里。好，
看一下，三哈，三出现可是逆位，表示三啊四，的确他还在找方向哈，还在找，因为他现在不知道怎么靠近你，哦，还不知道怎么靠近你。他虽然有向往，他虽然有一些向往，可是他就是找不到方法。你看这个又逆位了哈，所以这个方向感是失去的啦。好，他现在还在摸索，好，他甚至有可能在打探你，想知道你是谁。那你知道这几张牌出现的时候，它在代表的一个时间感是什么？他看到你才没多久，这是最近的事，这是最近的事哦。这个事情没有非常久哦，因为他这个整个能量看起来好像才刚发生，刚发生哈。那你看哦，他还在找路，然后他问了很多小技巧，是他的人脉或者反正他用了很多小聪明去想知道你是谁，但他还在找不到哈。好，这只是他的向往，他在这个路上哈，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才刚发生的，没有走很久哈。来，好，没关系哈，我们再往下看。他确实跟我刚说的没错，他正在问人，他正在问朋友来想了解你，来找机会看能不能再去看到你或什么的哈。他正在问的路上了，但是都没有问到，没有什么好结果。我觉得他会被逼急的，直接去找你，因为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心里有这个想法啊，他想要单刀直入的直接去认识你，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他这个想法能量很弱不强，在他心底有点像是他最后一件事。哦，他最后一件事他才会这样做。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冲动，但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了。好，情况还不错啦。这好像是这个刚萌芽的一个状况哈。好，来，我再翻其他的牌来看一下哈，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现况哈。来，我看我。6张哈，来，好，看一下，他快要找到方法了。哦，从非常理智的角度、客观的角度、能量去观察他现在整个能量的走向的时候，他快要找到方法能靠近你了，因为他现在心里也知道，反正他最后他就直接去找，他知道你在哪哦。那他想要找一个比较正式、自然的方法出现在你面前。他其实前面有一点错过，刚认识你的时候，对你有一些靠近啊、表达、对你表达好感的这个情况，他都没有呈现出来，没有呈现出来。现在他要找方法，他要找机会再靠近你，甚至这边可以确定，他跟你应该是不同工作领域的人啦。然后难得有工作的时候很靠近，所以他已经失去那一个很靠近的机会。他现在在找方法，他找不到理由，哦，也没有连结性也不够哈。总之，从这里看跟这里看，这里总共7张牌都在说，他现在在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哈。然后，我觉得他不是没有勇气直接去约你，可是他觉得他会，因为他个性可能刚刚他可能觉得这都太唐突了，太突然了。你甚至会觉得说，你是谁？或是找我有什么事？因为那关系各方面在这里完全没有连接，完全没有连接。他这一个冲动哈，他对你这一个想法喜欢的冲动，其实主要是这个金星能量哦，金星能量还有这一个能量一直在驱使他靠近，因为他遇到你、感受到你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温暖有起来哦，哦，内在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温暖有起来。我看这里，9，
这边我觉得这里没什么特别的状态，他只是希望他赶快找到方法了哈。那从这里，他现在没有头绪哈。倒吊人牌处在一种需要开智慧的位置，表示没有头绪。他现在只有继续想办法靠近你出现哦。我是不知道到底是有多难啦，可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难，表示他其实跟你不是，他可能是两个世界，他没有办法直接跟你有，他很像是说，我用一个最粗鲁的方式来形容，他有可能是送货到你们公司，然后你可能是签收的人，然后他看到你，他就很喜欢你，可是中间完全没有连接，请问他下次要怎么再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来找你呢？这必须要非常强大的勇气，所以他在他的最心底才会有世界牌，在那个很深的心底，他自己给自己留了最后一条路，就是我倒不如就直接去你们公司找你好了。不是家里哦，这边呈现的是一个工作状态，因为有非常多人的声音，有非常多人串流。我甚至不觉得你是领包裹的人或者什么的，他甚至只是他到那个位置，他有看到你。然后我觉得这只是最小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比较多的机会是他跟其他人一起去遇到你，有开会或什么的，他对你印象非常深刻，可是在你那边完全没有记住他，完全没有记住他。好，来，我来看一下哈，我用我自己画的讯息哈，我把塔罗牌的大牌的一些讯号整理出来了，画的符号，我来帮你看一下。他现在的状况哈，他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一些事情在短期内了哈？来，4张哈，一样又是4张，来这4张，看一下。从这4张牌来说，至少有3张牌已经帮他把路找到了啦。有一些路径哈，有路径已经出来了，然后只能说他对你的吸引力实在你给他的吸引力实在太足够了啦。那他这边吸引力很足够，金星能量也在推动哈，这里其实也有很强的金星能量推动，然后它底下有非常好的能量在推动它要往前，所以它没有办法停止。它现在有一种非常勇者无惧的感觉，它所以我才说他不管怎样，他最后还是会用非常唐突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啦。但我觉得以这边看，他现在其实他真的找不到方法，他真的很有可能选到最后一招，直接去找你。我觉得这还挺浪漫的啦，至少这4张牌来说，至少有2张牌在说，不如就直接去好了。有2张图来说，不如就直接去好了。有很强的，有非常强的能量在指引他去了，所以他内心。其实他的内心有一股冲动，而且是非常饱满的、温暖的、充满善意的、很幸福的能量在内在，成为一种冲动，要把它往前推。而且这都还是比较近期哦，这还没有很远哦。所以以时间感来说，他可能近期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我，这倒是令人感觉蛮紧张的。看一下这里哈。是，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从这里，他有一点点在暗示，你见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对他是不反感的。他这里其实是有2个能量会 hook 在一起的这里其实是会有2个能量会 hook 在一起，会勾住在一起的其实从刚前面这里能量看起来都没有感受到你这边会有一个抵抗能量，最多就是你还没有发现它，你错过它，你跟它能量没有连接。可是这边在对一些有未来性的牌来说，它都没有看到你这边有一个排斥负能量，或是你们的能量重叠接近的时候会有一种摊开的感觉都没有，反而这边有很多能量都在鼓励他往前直接去，勇敢一点，没有问题的，很多这种能量都出现，而且皇后内在那个金星不错的爱情能量。其实，在底下都是蛮饱满的，感觉上他往前去找你这件事情是被祝福的，就差他还没有直接使用到这张他最心底的那个声音，他还没有把他最心底的那个声音具体化成为他的动力就对了。他只是这个偶然想到说，不然我就这样做，我想到就我试看看这种，但就是偶然想到而已，但是身体并没有任何动能
好，让他觉得这个是个选择，好，不是这个选择，就是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这是个非做不可的选择了哈，但是是个选项哈。好，那这就选3号牌的朋友哈，好。我尽量把讯息讲的简洁又快就好了哈，不要太复杂哈，不要讲的太复杂。那你期待一下哈，这个人算是有强烈的主动性了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你吸引到的人，可他们就觉得跟你这关系就好了。可是这一组确实是比较难得，我会看到有一个驱动性、主动性很强哦，欲望、渴望、野心、动力都还蛮强的一组哈。然后除了他自己有这个渴望之外，底下还蛮多好牌。就是偷偷推他哈。好，你期待一下吧哈。那时间上我就不帮你抓了，好，时间上不抓，因为这件事情感觉才刚发生起来，时间上就不帮你抓，你就慢慢的自然的表现你自己。好，他也许会在附近看到你，他也许没有办法每次看到你就会，他也许不会在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跟你表达，但是我觉得他能量也算蛮近的，你就自然而然的表现自己的好就可以了，时机一到他就会出现了哈。好，就这样哦。总之，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